您现在看到的这位睡在大门口的长者啊，他不是上访的，也不是流浪汉啊，他是中国病毒学研究领域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张永振。他睡的地点呢，既不是火车站，也不是飞机场。大家留心看一下后面的牌子，上面写着上海华南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张永振教授就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既然张永振教授是这个病毒研究所的所长，他为什么要睡在这个大门口呢？旁边还有保安呢？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啊，上个星期四，张永振教授啊到广州去出差，晚上的时候，他的学生给他打电话说：“张老师不好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啊宣布啊，我们这个研究所跟他们的合作到期了，2天之内必须搬离。”与此同时啊，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啊就派了很多保安到现场，把他们的私人物品呢都扔到了走廊里。话说当时啊，他还有一个学生啊，在这实验室里头通宵在做实验，结果呢，他们的门禁同时都失效了。于是呢，这个学生就被困在了实验室里头，因为门卡失效了以后，他出不去了嘛，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了嘛，所以学生连忙给张永振教授打电话。这张永振教授一听说也非常着急啊，但正好那2天呢，天气啊有问题啊，从广州到上海的飞机航班出了问题，他还回不去，所以他是在星期天的时候赶回到了上海。赶到上海之后啊，他就直接奔到他自己的研究所门前，一看，他自己身为所长，也就进不去了，保安看着呢。这张永振教授就着急呀，为什么呢？他这个华南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啊，下面可是有个 P3 病毒实验室啊。这里头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 P3 病毒研究室？这 P3 这个等级，啊，水平非常高，全上海只有4座 P3 病毒研究室。这 P3 病毒研究室里头有负压的实验室。什么叫负压呢？也就是空气只能往里头流通，不能往外来。如果你这个空气本身呢是平衡的，那你想想，实验室里头如果有病毒的话，就有可能扩散到外面。那这个呢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你现在要求这样的一个实验室必须在2天之内搬离，张永振教授就说了，怎么可能呢？一个这样的实验室2天之内搬离，对吧？万一这些病毒要是在这里扩散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这天下大乱呐！所以这一着急一上火啊，张永振教授啊就拿起了铺盖卷啊，就睡在了自己的华南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门口。这一睡啊就是好几个晚上，跟他一起睡的还有他的学生，他们呢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就把这些照片呢发在了新浪微博上。那引起了网民的很大的围观呢。你想想，一个国际知名的科学家，竟然像上访的那些人员一样，拿起铺盖表睡在了自己的实验室的门口，看起来令人心疼啊。那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啊也发了一个公告，说跟这个研究所合作期限到期了，5年嘛，所以这个时候请你走，这个也有正当理由。但是呢，张永振教授说了，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呢，另外一个项目我们又续约了呀，对吧？不是这么回事啊。那这说实在的，其实张永振教授虽然没有说在这个清楚的原因啊，但其实业内的人士啊都知道这背后的背景。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张永振教授啊他的故事，以及他跟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啊这种争议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未来10年、未来5年还会不会出现新发突发传染？我说一定会，不可避免，可能规模也许不会像新冠这么大，但是新的传染病的出现这是必然，因为自然界太复杂。我们很早就有一个思考，如果要想做到主动防疫，就像天气一样，我们能不能做到预报预警？那么我们就在想，传染病能不能这样做？传染病一定会比天气预报复杂，因为气象物理是个死的，物理因子是死的，病毒是活的，生物圈是活的。这张永振教授啊是江苏徐州人，他上初中的时候啊，跟着自己的婶子啊到了新疆，在新疆读了几年书以后呢，他考上了新疆石河子大学畜牧学专业。这个大学他当时不是很满意，他本来是想考浙江大学，结果那一年没考好最后就上了石河子大学的畜牧学专业。在这4年过程中啊，张永振据说啊只有1次回过家看望他自己的婶子啊，他其他的时间都在学习，他就想通过研究生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在国内读书的人大家都知道，石河子这个大学属于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学，他本身又特别热爱科研嘛，
那么你要想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头，获得一个将来非常好的学术前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啊，在86年的时候，他毕业的时候，他考研究生，结果他那一年考研究生所报考的专业临时加考了高等数学，结果他事先没准备，结果高数考砸了，没有考上研究生，于是他就被分配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武师。他在这农武师里头一干就是6年啊。这中间呢，他也曾经出国过，但他依然心里头惦记着科研事业。后来在1992年的时候，他考上了华南农学院。华南农学院毕业之后呢，又考上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那么一转眼到了1998年，他毕业之后呢，就分到了北京。2001年的时候呢，进入了中国疾控中心，从事这个病毒学研究啊。大家都知道，2003年的时候，北京爆发了 SARS。全国啊，他当时作为国务院的专家督查组的成员，还曾经到南方去调查。他调查的地点呢，主要是湖南，因为当时啊，很多督查组的人都说啊，广东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病人，但是跟广东毗邻的湖南地区呢，这个病人就非常少，就怀疑这湖南地区啊，是不是好像有瞒报了？所以当时有一路专家组的成员呢，就去了湖南，他就是属于湖南这一路专家组的啊。张永振教授啊，在2003年的 SARS 那个期间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出名啊，但是他由此踏上了病毒学的研究啊，对他事后的科研这条道路影响非常大。2010年的时候啊，他发现了病毒学界非常著名的叫荆门病毒，因为当年湖北荆门地区啊，有很多农民田地里被那小虫子咬完之后啊，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发热，身上就开始出血，严重的还会死亡。后来他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到那里头啊，发现这个小虫子上面有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后来他自己来命名的，就叫荆门病毒，一种新发现的病毒。由于在病毒学这方面的研究这个非常成功啊，他2018年的时候啊，他就跟上海市公共卫生研究中心签了一个协议，他到上海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下面成立了这个叫华南病毒生物学研究所，他担任所长。双方的这个协议呢，就规定1年给他350万的科研经费，然后呢，规定在5年的合作期内啊，要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其中影响因子20的，那不能低于2到3篇。这个张永振教授呢，带着自己的团队啊，到了上海，组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所。他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期间。大家都知道啊。2019年的12月份啊，这个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就开始陆续发生一些病人开始发热，然后呢，身上有病毒传播的症状，但是呢，又好像找不到什么确切的原因，所以当时武汉市中心医院就把这些病毒那个灌洗液拿出来之后呢，找全国很多地方的去测序。一个呢是找到了武汉市病毒研究所，大家都知道武汉市病毒研究所嘛，石正丽他们嘛。另外一个呢，这份样品呢辗转到广州那边有一个测序公司也在进行测序啊。第3路呢就送给了这个张永振教授这样的一个这个团队啊。其实我跟大家讲一讲这3路团队其实都不约而同的发现了这是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这个信息此前是没有人披露过的啊。实际上，在1月5号的时候，石正丽他们就已经确认了，就是武汉市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这是一个冠状病毒。结果呢，有关部门立刻派国安人员把整个武汉市病毒研究所基本给控制起来了，把所有的实验记录调出来，就讯问这些科学家。因为当时共产党也是不相信这些科学家，认为这科学家有可能是实验室里头泄露出去的，像审犯人一样审他们，持续了10天，一直到1月15号。而当时石正丽他们为了确定这批病毒的来源，还自己专门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采样，去采集这批样品确定华南海鲜市场跟这个病毒传播之间的关系。要我说，这些科学家也不太容易然后南方的这个测序公司呢，发现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告诉了钟南山，然后呢，这个测序公司专门到武汉跟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人说，你们这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一定要重视这是第2路。第3路实际上就是张永振教授这一路当时他们在1月3号这一天拿到了样品。拿到样品的时候呢，张永振教授他在上海的这个P2实验室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正好他在北京的 P3实验室呢有空档，
他就让自己的学术伙伴让他去做这个测序。他说1月4号这一天啊，结果出来了，他说这是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张永振教授当时就跟他说，他说你也别休息了，马上接着做。于是他又调了另外一个他专门研究冠状病毒的一个过去的学生，但是现在也是一个科学家了，跟他同事一起来进行基因测序。这个基因测序的结果在1月5号凌晨2点钟测出来了，他说就是一个冠状病毒，而且基因测序的那个序列就已经出来了。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全基因图谱就绘制出来了。绘制出来之后，当时张永振教授在上海，他就把他们上海市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传染中心的主任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说出大事了，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向上级汇报，因为这是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这个冠状病毒非常非常严重。当时那个中心主任就跟他说了，他说你知道报错了吗？你知道报错的后果是什么吗？他说我敢负责，马上报。于是呢，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就把这个消息上报给了国家有关部门。在第二天的时候，中国疾控中心在内部就启动了2级响应措施警报。1月8号这一天呢，张永振教授就飞到了武汉。在武汉的时候，他跟武汉市这个公共卫生的专家交流的时候，他讲了对这个病毒的几点认识。他说第一点，他说这是过去人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的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冠状病毒，跟 SARS 高度相似，致病性要明显高于高致病性的禽流感。这几个结论，说希望武汉市马上采取非常严肃的措施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他就做了一篇论文，投稿到了《自然》杂志。大家都知道，《自然》杂志那是科学和自然，这是科学界2个皇冠上的明珠也是科学界里头最高水平的结果1月11号这一天呢，他的一个合作伙伴呢就给他打电话，这个人叫爱德华，他说现在香港也已经出现了这个类似的不明症状的这么一个病毒传染者，他建议他马上公布这个病毒的序列号、全基因图谱。这公布这个基因图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可能的这项学术研究的成果会被其他的科学家分享。因为他如果是自己把这都搞好了，投稿到这个科学杂志上，那将来这个科学成果就归他独享。但你一旦公布的话，那所有的科学家都可以根据这个基因图谱做相关的研究，那对这个张永振教授这个团队来讲那你的独占性可能就下降了。但是爱德华教授当时劝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现在这个传染病传播的速度特别快，扩散也非常快。如果要是公开了这个全基因图谱的序列的话，那全球的科学家马上可以进行测序研究。那么可以减少什么问题呢？第一，就是感染和确诊之间的关系。当时很多这种所谓的病毒感染大家都把它当作感冒。那你怎么区分这个是感冒还是一个新冠病毒的感染呢？那就需要确诊嘛。确诊怎么确诊呢？你就必须找到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然后根据这个基因序列来做出试纸来。就比如说我们测核酸，其实就是你首先知道这个病毒的序列，才能做出来这个测核酸的试纸来。第二，你根据这样的一个全基因序列图谱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立刻进行疫苗方面的研究。那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对于张永振来说，他可能就是牺牲自己的科研的独占性。张永振教授当时给爱德华回了一个电话，他说你让我考虑1分钟。这个犹豫仅持续了1分钟，他就给那个人爱德华，他说我现在授权你马上公开。于是这个新冠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图谱就在1月11号这一天向全球公开了。这一公开，那在全世界可就不得了了。首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又发生了一场跟 SARS 相似的新冠病毒嘛。其次，全球的科学家马上就开始研究这个病毒的传播特征。但是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1月12号这一天，也就是说他发布这个全基因图谱的第2天，上海市有关部门就宣布对张永振教授的这个实验室进行整改。你想想，前一天发布，第2天就是整改，这什么意思其实背景是什么呢？当时中国政府并不希望全世界知道中国爆发了新冠病毒，他还想通过内部的方式掩盖整个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他绝对不希望张永振教授公布这个全基因图谱。你一公布这个全基因图谱，就说明首先这是人类历史上这第一次出现的这么一个新的病毒，而且这病毒就是在中国发现的。那你想想，中国政府想要隐瞒疫情的这个情况，不就露馅了吗？没法弄了吗？所以有关部门就开始对他的实验室进行整改。话说张永振教授公布这个信息之后确确实实对这个全世界的贡献非常之大。2021年的时候时代周刊评选的这个100大人物影响中就我们前2天做那个节目，就把张永振教授列为了2020年的时代风云人物。而自然杂志那一年评选的10大科学家其实张永振教授也入选了。2年之后张永振教授呢还获得了这个迪拜这一个叫穆罕默德知识奖。这穆罕默德知识奖一共有3名科学家获得跟他同时获得这项奖项的呢就是凯特琳。凯特琳大家都知道，就是研发出新冠的RNA 疫苗的那个科学家。1年之后呢，这凯特琳和他的同伴呢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你想想他的贡献多么巨大他是跟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起获得了这个穆罕默德的知识奖。他在领这个知识奖的时候那当时迪拜的那个授奖人就跟他说你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家，自从2021年之后他的经历令人悲伤。大家可以看一下张永振教授的微博。这微博他发的不多，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实际上也就是发了那么几十条。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微博中间我发现了，他在1年之后他又发了一个，到底发还是不发？他又开始犹豫，肯定他内心知道有些东西他应该发，但是呢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发，因为发了之后有后果。紧接着呢他又发，他说是还是人，一个饭碗中间呢有一点点米，旁边都是空的，还发了一个空碗。在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张永振教授肯定是觉得他的科研项目没有钱了。从事后证明张永振教授当时跟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签署的协议，每年350万的科研经费。这350万的科研经费，据他自己解释说每年光买实验室的耗材差不多就要花到250-260万。那这中间之后呢，才能给他自己的这些博士生发劳务。他说钱明显的不够，因为他们不给350万没有落实，所以这实验室不光是实验难以为继，这些跟他一起干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经常都发不出去劳务，包括他自己的工资。我还看到他微博里头讲什么呢？他把自己每年年度的那个工作总结都发上去，说你看我们这今年呢，我们发了多少篇论文呢？怎么样按说一个科学家有必要把自己的年度的工作报告写到微博上去吗？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的心情是什么呢？他的心情就是说，你看，实际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不是没干活。他为什么要向公众说他做了这么多工作呢？肯定是在工作中间有人刁难他，对吧？就是说你没有做出什么工作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张永振教授还在艰苦地做着一些研究，因为他当时就呼吁，他说实际上病毒的序列搞清楚了，下一步的工作干什么？应该做病毒的溯源工作，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到底是哪儿来的，到底是怎么从动物那传过来的？因为这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想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不也反复呼吁中国政府说应该在中国进行溯源调查工作吗？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实际上从疫情之后就严禁在进行病毒的溯源工作。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武汉市的病毒所是中国病毒学研究的最高的这个研究机构，自从疫情之后就不允许做任何有关病毒溯源工作了。按道理来讲，从华南海鲜市场取完样之后，根据基因序列进行分析，找到这个宿主，这个宿主的传播链一查，基本就能查清楚了。而查清楚这样的一个传播链，对整个这样的类似的传染这个病毒的这种散播那有非常大的启迪意义但是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不想让人知道，就是这个从动物传人的这个过程就是在中国发生的，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不能到中国来调查，中国的科学家也不允许做溯源性调查。但是张永振教授他还在做，
因为它这个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的就是这个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跟人之间这种病毒的关系。就在去年9月份呢，他在《细胞》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研究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把中国湖北湖南好几个省份的这些野生动物搜集起来他做了一个病毒学的相当于田野调查。他最后发现呢，就是人类的这个病毒的传播主要有3个来源。第一个是啮齿类动物，就是耗子老鼠这些东西还包括河等等还有呢就是蝙蝠。第3个呢就是小型哺乳类动物。他说这3类这个动物身上所携带的病毒最终经过跨物种传播到人身上，就构成了人类的这些病毒的大流行。于是呢，他就在这几个省的这个采集了几千个样本就在这些动物身上呢就开始进行病毒筛查，最后一共发现了669种病毒。这669种病毒中间有534种呢都是他们新发现的。然后他就把这些病毒进行分类进行研究，其中发现有100多种病毒呢有可能进行跨物种进行传播。他搞这项这个研究的时候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播来将来像预测天气预报一样，来预测这种人类范围内的大的病毒传播，就是把这种类似于 SARS、类似于新冠病毒的这样的传播可以做一个提前预警和预告。那你想想这个意义有多大对吧？假如说人们可以预警哪一个病毒它快变化到那种可以跨物种传播了，那我们就有针对性的进行防范。那这对整个人类社会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幸事但是可惜就是这样的研究并不在中国受到欢迎。为什么呢？因为自从2020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张永振教授就成为了一个惹麻烦的人，成为了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当年没有征询有关部门的这个同意之后，就公布了基因序列。虽然给整个人类这个抗击新冠病毒这个过程中争取了时间，但是让中国政府没面子所以上海市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就天天找他的麻烦。这个5年的合作期一满之后就立刻想让他走人。其实真实的背景是在于此。我看张永振教授在微博里头曾经说过一句话，他非常无奈。他说一个国家都有国家利益，但是科学家呢应该是着眼于全世界。他说最好的情况是科学家从事的工作既符合国家利益，又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他说有的时候想做到这一点真的好难我能非常理解他的内心的无奈。就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可能想到的是为整个世界负责，为整个人类负责，但是他由于是一个中国的科学家，有的时候由于这个体制就不得不服从这个行政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束缚。话说他现在所遭受的这个遭遇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家内心对科学精神的向往，以及跟中国国情相遇的这么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科研经费之争，什么名誉之争，但他自己在接受知识分子杂志采访的时候，他明确说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在这5年过程中间发表了那么多论文，但是呢这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就是不跟他们续约，就是克扣他们的科研经费。我看到这些科学家的经历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很感慨。为什么呢？因为正是有一批这样的科学家，才让中国在面对新冠疫情的时候能够赢得时间，打赢这场战役，跟世界各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面对新冠病毒的这场战役。我觉得他们了不起。但是在看到他们事后的这些种种遭遇的时候呢，又莫免有让人感觉到一些悲凉。这些原本应该受到人们无限崇敬的科学家，原本应该载誉的科学家，但现如今呢，却不得不卷起自己的铺盖卷，睡在自己的研究所的门前。网上很多人不经常说吗？不能让抱薪者冻毙于风雪之中。这就是让抱薪者冻毙于风雪之中
这2天啊，在微博的这个道德和舆论的审判之下啊，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做了让步，这个实验室啊暂时又恢复了工作，但是它未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祝愿啊，张永贞教授啊挺住，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也为了全世界的科学事业啊挺住。我们在这里呢为你点赞，我们支持你，我们相信呢，未来这个人类的历史上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评价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